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汉。今天我们要来解说一条冷门的旅游路线，从猴硐经过九份老街、黄金博物馆、黄金瀑布到水南洞，就是新北市的826了。除此之外，还会带大家到猴硐与水南洞附近的景点，猴硐猫村、阴阳海、联动国小等等的景点。所以这一集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哦！在看我介绍826这条线以前，可以先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内容马上开始。今天阿汉要来介绍的是猴硐到水南洞的冷门观光的公车路线826。我相信这条很多人呢还是不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地呢来好好的开箱来介绍，顺便跟大家介绍猴硐跟水南洞附近的一些景点哦。是的，在介绍826的路线之前，既然都来到了猴硐，先带大家去逛逛瑞山煤矿以及猫村吧。这里是有满满人文历史的一个聚落哦。在日本时代的瑞芳平西山区，走到哪都能看得到煤矿作业。1896年，日本总督府颁布台湾矿业规则。日本人开始在金瓜石一带游走，并且建立从采矿到冶炼的一套 SOP。1914年选在猴硐地区开坑，并合办开采9年2坑。那么瑞山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当时云泉商会为了要开采大粗坑煤矿，成立基隆会社，将9年2坑的名称改为基隆会社瑞芳3坑。1920年猴硐车站启用之后，因为需要加速煤产能力的运输，基隆炭矿株式会社在车站的东侧靠近基隆河的地方设置贮煤厂与选煤机。1934年，三井财团认为矿源渐渐的枯竭，决定要放弃开采的时候，李建兴仍然认为有煤矿可以采，所以就租下了三井的矿场，跟弟弟们一起开设瑞山矿业公司。在矿业的巅峰时期，瑞山煤矿曾经是全台最大的煤矿公司，矿工人数高达1500多人。但是随着石油的资源取代燃煤，煤矿需求逐年递减，台湾的矿业在1980年代开始没落了下来。瑞山煤矿晚期严重亏损，于是在1990年5月1日宣布全面停产。工厂原地废弃将近20年之后，后来瑞山整煤厂由台北县政府的文化局列为历史建筑。2010年猴硐煤矿博物园区开园，瑞山煤矿作为园区的一部分，开放给游客参观展览。瑞山煤矿整煤厂系统以及厂房群为主体，总共是3层楼的建筑。1楼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2楼以上使用块木以及杉木等等的材料来建造。厂区周围设有运煤桥，并且保存部分的机具、运煤通道、矿工浴室、设施空间的设施。早期的猴硐跟煤矿也是息息相关的哦。在煤矿兴盛的年代，猴硐所产的煤矿占全台的1/10，也因为煤矿业带动了瑞芳猴硐地区的经济。但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石油出现之后逐渐取代煤矿，让煤矿的产量逐年减少。1990年的5月1日，瑞山煤矿宣布全面停产之后，
猴硐的就业人口大量外流，让这个地方又回到了寂静的小镇。猴硐寂静了10多年，最后让猴硐这个地方声名大噪，并不是矿业园区的文化史，而是一群猫咪们。其实这群猫咪原本是一群流浪猫，因为地方的居民长期照顾，使得猫咪的数量逐渐增加。某一天，有位部落客来到这里，把猫咪可爱的模样拍下来放到网络上面，让猴硐这个地方开始声名大噪。而政府观光单位刚好顺势推广，决定把猴硐改造成猫村。如果你在猴硐的柴寮路或是光复里街道上，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猫咪哦。没想到一位部落客的相片，让这个地方有了新的观光风采出现，真的是无心插柳成荫啊！好了，在介绍完煤矿园区以及猫村之后，紧接着要带大家去搭车咯。如果要搭826，必须沿着柴寮路往前走到猴硐游客中心才能搭哦。说起九份的路线，大家应该都会想到965、1062、179、177、825这些路线，但是比较少人提起826。这条其实是为了配合黄金博物馆的设立而开线的。2004年10月30日开始行驶，最初是从9号停车场作为起点，沿着汽车路102市道往上走到九份老街、黄金博物馆，抵达水南洞。因为猴硐的观光需求渐渐的增加，2010年7月17日，沿着瑞猴公路往柴寮路延驶到猴硐游客中心。826目前是唯一一条连接猴硐跟水南洞两端观光景点的路线，全程只要1段票收费。目前只有假日才会行驶。如果要从猴硐前往九份黄金博物馆的话，不想换车，这条线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哦。102市道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条以前是淡蓝古道的北段，主要作为军事防守、传递公文的要道。日本时代1937年，为了方便运输，将瑞芳到金瓜石这一段开辟，并且拓宽可以让汽车行走的汽车路。在2次大战之后，另外在基隆山脚下的阁顶，再开辟一条可以抵达大粗坑以及双溪的简易道路。这条就是现在的瑞双公路，是102县道的前身之一。于是，在众多道路的连结之下，1966年的102县道从淡水一路到宜兰东港，里程数高达155公里。在滨海公路还没有通车以前，如果要从基隆前往双溪、福隆、宜兰，必须要横跨102县道的山路才能抵达。1979年滨海公路通车之后，102县道缩减变成基隆到福隆，其余的路段成了台2线，前往东北角沿线不用再翻山越岭了。九份老街的商圈大致上目前的范围包含基山街、树崎路以及青边路等等的街道。这里是外国观光客的热门区域。九份地名的由来是因为这里开发初期只有9户人家住在这里，采买东西刚好就分成9份。九份老街的发展要从19世纪末开始说起，当时开发金矿的繁荣吸引了大量人口前来，逐渐形成热闹的街道。而矿业时代，工人分成3班制，
工人上班必须要经过9份的基山街，所以这里从矿业时代就是灯火通明的街道。现在的基山街转型成为观光的商业区域，位于街尾的9份金山岩是当地信仰以及观景的重心哦。金瓜石这里曾经是台湾采矿业的重要产地，与猴硐的瑞山矿业一同带动了瑞芳全镇的经济。1987年废止采矿之后，矿业没了，整片山城一度死气沉沉。10多年之后，台北县政府为了复原瑞芳当地珍贵的产经历史，重新整修废矿坑、台金公司的办公室等等的建筑，并且设立黄金博物园区。2004年11月4日正式开馆。黄金博物馆的园区非常的广泛，在园区外的步道范围基本上是免费的，但是如果想要看馆内展览，欣赏价值上亿的黄金，那么就一定要在入口的游客中心买门票进去哦。门票一个人是新台币80元，如果是新北市民的话，就可以完全免费进入。黄金博物馆每个月第1个星期一休馆，官方网站有公告休馆日。园区内有包含黄金馆、炼金楼、金属工艺馆等等，还有矿坑淘金的体验行程。矿坑以及淘金体验门票需要另外加购。另外园区保留日本时代的建筑跟神社都可以去参观哦。过了黄金瀑布之后，我们就抵达终点水南洞喽。826只有开到这边而已，这条路线并不长，全程大约只有30分钟左右。下车之后，我们带大家去水南洞、阴阳海、联动社区附近逛逛喽。阴阳海其实这里的地名叫做联动湾，因为入海口海水黄色跟蓝色的颜色交错，形成一个特色。为什么会有黄色呢？是因为水中的矿物含量高而形成的氧化作用，所以连岸边的礁石都被染成金黄色。想要欣赏阴阳海的话，可以站在水南洞的观景平台，或是水南洞的公车站的上方欣赏哦。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是联动社区跟联动国小。要前往联动社区，搭公车或是开车的朋友，来到这里，从台电旁边的这个步道口往上走，大约10分钟就可以抵达社区的最上方喽。联动社区位在洞顶路的西侧，属于联动里管辖，是日本时代规划出来的街道。早期这里是金瓜石的矿业员工宿舍，从山往海的方向分为1顶目到9顶目，一个顶目就是一个地段，每个地段都用狭长的楼梯来做间隔。水南洞的人口发展跟矿业是息息相关的，在本山6坑以及永久煤矿开采，以及下方滨海的里乐炼铜厂设厂之后，使得水南洞的聚落更加的活络。但是随着矿业的没落，台金公司关厂，就业机会减少，水南洞这里人口大量流失，所以联动里社区的这边大部分都是老一辈或是台金的旧员工。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原本联动里划分的区域比较广，
1969年重新调整区域之后，联动里的部分区域跟长冷里合并成为联兴里，因此水南洞的2个聚落以及联动溪下游为分界，西边是联动里，东边是联兴里。联动国小位在联动社区的洞顶路上面，1948年9月设立，当时的称呼是瓜山国民学校的水南洞分教室。1955年独立为联动国民学校，1968年再改名联动国小。炼铜厂关闭之后，联动里的人口大量流失，加上近年来少子化，截至2022年的统计，联动国小全校学生只有12个人左右，成了新北市境内的迷你国小之一。联动国小前面的司令台可以欣赏阴阳海的景色，这里最有名的3D 海景溜滑梯，一堆游客纷纷来到这里跟溜滑梯打卡合照。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走到校园的后面，欣赏海洋、蓝天、白云3种大自然元素各方位不同的面向，会让你有很大的收获哦。另外，这里只有假日才有开放一般民众进入校园，平日是没有开放的。常常听到水晶酒这3个字，后2者呢是金瓜石9份，而另一个地方就是水南洞。水南洞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在船屋附近有一座海石洞，这个洞口现在在水南洞停车场的旁边。洞口的上方有溪水从山上流下来，在洞口这个地方形成湿地沼泽，也就是流水的南边洞口，所以称呼叫做水南洞。水南洞这里到处都是煤矿相关的历史遗迹，包含台金公司的办公大楼、13层遗址、废弃的烟囱、废烟道等等。其中13层遗址是台金公司的厂房。13层命名的由来，是因为矿工还有当地居民的旧称，依照山的地形一层一层向上搭建，所以叫做13层。今天用826这条路线带大家导览了猴洞、9份、联洞这3个跟煤矿有关的地方，相信让大家明白，原来猴洞到水南洞还有一条公车路线，更了解了煤矿的发展史以及欣赏阴阳海的美景。想要了解这些地方，不如亲自走访一趟最实在。过了联动国小，我就准备要下去搭车，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哦。好啦，介绍完联动这边的附近的地景啊，还有地标之后呢，这一集的内容就为你录到这边啦。我是阿汉，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拜拜。